我为曲折迷离 ，K 姐解探秘。大家好，我是 K 姐，欢迎回来。1989年，一位曾经效力于美国51区的工程师鲍勃·拉扎曝光了美国政府在一个叫51区的秘密军事基地里进行过一系列关于 UFO 的秘密实验。他还指出，美军暗中对收集到的 UFO 残骸进行过研究，并且已经掌握了大量的信息。2013年，51区得到了中情局官方的证实。2018年，拉扎再一次出现在了一个长达1个多小时的纪录片中，并解释了外星飞船的运行原理。30多年来，拉扎至始至终都没有改变过他的说法。他的爆料让很多人联想到了2004年和2015年的2起特殊的 UFO 目击事件。与往常不同的是，这2起目击事件还被美军雷达清晰地拍摄了下来，而且还是内部人员自己爆料出来的。但为了验证其真实性，2019年，2位专家联系到了一位著名的好莱坞特效师，来仔细查看其有没有电影特效的成分。最终，他们得出了一个让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的结果。那么，真相究竟如何？它又能否证明美军已经掌握了外星技术呢？在上期关于51区的视频中，我们谈到了美军在 UFO 残骸中发现的115号元素。根据前51区参与过 UFO 逆向工程研究的工程师鲍勃·拉扎的证词，这种神秘的元素就是外星飞船的燃料来源。利用稳定形式的115号元素，可以使飞船旁边形成一个极具方向性的重力场，并且让周围的空间扭曲，这才是他们实现极快速飞行的方式。而在上期视频的最后，我们还留下了一个问题，那就是115号元素真的是被人类偶然发现的吗？还是说115号元素是外星人出于某种原因故意让人类发现的呢？这个问题要从前苏联的一次 UFO 目击事件说起。1947年10月18日，前苏联的科学家们在卡普斯金亚尔靶场导弹基地成功发射了他们的第1枚弹道火箭样机。在接下来的10年里，这里成为了前苏联唯一的弹道导弹实验基地，后来还成为了一个航天发射场，这也是苏联太空计划的开端。但奇怪的是，这里也是有记载的苏联人第一次目击 UFO 的地点。1948年6月19日，在导弹试验场的上方，前苏联的雷达探测到了一个雪茄形状的物体。据说，出于安全考虑，苏联人将其击落了。这次事件当时是绝对的高级机密。直到后来，有知情人士透露称，苏联军方确实击落了那个物体，他们还在里面发现了外星人的尸体残骸。据说，他们秘密回收了 UFO 残骸，并对它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而有趣的是，苏联 UFO 事件与美国著名的罗斯威尔事件发生的时间相差了只有不到1年。1947年7月5日，在美国新墨西哥州发生的罗斯威尔事件，同样是美国军方在发现了坠毁的 UFO 后，将其回收并进行了秘密研究。很多人认为这2起 UFO 事件有着很多相似之处。据说，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和苏联的 MGB 国家安全部都对坠毁在敌方领土的 UFO 非常感兴趣，他们都想知道那对方得到的 UFO 会不会对自己的国家安全造成威胁呢？所以有人猜测，那当时促使美国和苏联2个超级大国走到一起进行合作，是不是与坠毁的 UFO 有关呢？如果我们大开脑洞想一想，这会不会是外星人故意制造的飞船坠毁事件，而影响地球人的合作呢？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在过去的70多年间，曾经被人类捕获的外星飞船和外星人的残骸，他们现在又在哪里呢？研究这方面的学者们提出了他们的观点，他们认为那些外星人直到现在还依然住在地球上。比如2004年和2015年美国军方雷达记录下的 UFO 就可以证明地球上很有可能存在着外星人。2004年11月14日，距离美国南加州海岸160公里的地方，美国航空母舰的战斗机飞行员用雷达侦测到了一个 UFO。而在11年后的2015年，美国战斗机飞行员又遇到了另一个不明飞行物。
而这整个过程都被拍摄了下来，并在后来成为了首次被美国军方承认的 UFO 影像资料。据解密的军方报告描述，那是一个大约13米长、实心白色的椭圆形物体，无发动机短舱，无机翼。那个不明飞行物可以从约18000米的高度，突然以超音速几秒的时间就俯冲而下，到达了距离海面上方约15米时突然停住。此外，报告还指出，这个 UFO 还会隐身，之后它又盘旋了一阵，再以超音速的速度飞速离开，展现出了不可思议的高超飞行力。这些来自美国军方的视频曝光后，成为了地球上很有可能有外星生命存在的证据之一。而飞行员对 UFO 运动过程描述，也让人想起了鲍勃·拉扎在关于51区的爆料中所提到的自己研究过的那个 UFO。美国国防部曾在报告中指出，部分被目击到的 UFO 都有着一些共同的特点，它们的外部很光滑，且都有着一样的颜色，没有发动机短舱，没有机翼，机身大约有14米那么长。根据鲍勃·拉扎的说法，这类 UFO 的核心是一个由115号元素所驱动的核反应堆。115号元素不但能够作为飞行器的燃料，为核反应堆提供动力，还能使飞船旁边形成一个极具方向性的重力场，由此产生的重力波还能够造成飞碟旁边的空间扭曲，从而实现快速飞行。当然，也有人怀疑这类影像资料有没有可能是加了电脑特效的呢？拉扎指出了 UFO 是以反重力推进的方式进行移动的，但一些人认为反重力推进只可能存在于科幻小说中，并对拉扎的话提出了质疑。那些持怀疑态度的人，同时也怀疑美国军方承认的 UFO 影像资料有可能是假的。为了确定 UFO 录像真实性，也为了进一步检验拉扎的说法，2019年3月，作家麦克巴拉邀请了在美国国防部和航天局 NASA 工作了16年的天体物理学家兼航天工程师泰勒博士，参与了对美国国防部承认的 UFO 录像进行评估。他们也很好奇，这美军雷达捕捉到的影像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呢？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们求助了另一位专业人士山姆·爱德华兹，他是好莱坞视觉效果的主管。3人见面之后，大家很快就坐了下来，开始对影像资料进行了技术分析。在山姆看来，这就是一个平常的录像，并不是人工制作出来的。随后，他还类比了一个关于登月的笑话。他说，就好比登月的视频一样，一定是真实的，因为好莱坞从来不会制作那么无聊的东西。经过技术分析后，在场的人都对地球上存在这种飞行器而感到更加惊讶。航天工程师泰勒博士也承认，视频中飞行器所呈现的动作是我们人类目前的技术所不能实现的。山姆接着指出了视频中一个让他感到非常奇怪的地方，在画面中我们能够看到，在飞行器的周围始终有一定范围的光像气泡一样包裹着它，这一点也引起了另外2人的注意。据泰勒博士所说，雷达影像越热的地方颜色越深，而飞船周围的颜色显然更浅，表示它的温度更低。而正常人类的飞机引擎通常会让周围的空气更热，所以只能说明这个飞行器不是用的人类常规的引擎。那会不会是阿库别瑞引擎？有的小伙伴可能会问了，这阿库别瑞引擎又是什么呢？说简单点，中国文学作品《三体》中称之为曲率引擎，过程类似于先收缩飞船前面的空间，然后再将这部分空间扩展到飞船的后面，这样飞船就能以光速前进了。而与此同时，飞船的周围还会形成一个气泡，气泡内的空气温度会比周围的大气要冷得多，这就使得飞船可以在不违反任何物理定律的情况下，可以以比光速还快的速度进行移动。大家在经过一系列推演之后，竟然得到的结论与拉扎爆料的十分相似。那如果拉扎关于51区的爆料都是真实的话，那美国军方是否已经掌握了以115号元素为核心的推进系统呢？随着五角大楼对 UFO 的态度越来越公开，以及世界各国之间的科学合作，这些是否都意味着人类正在慢慢的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呢？很多人认为，未来将会有更多的曾经想都不敢想的新发现将会被公布出来。
不过话说回来，如果美国政府真的拥有了外星技术，那这种技术将会把人类带向何方呢？